机械1977，看到这些标签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乐高的机械组。我们接下来将从乐高第一套机械组产品开始，跨越长达40多年的时间，来看一看目前在积木产品中大放光彩的机械组类积木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样子的。当时的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个创新的架构，引领了机械组积木的蓬勃发展，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对整个拼搭积木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乐高，而是囊括了所有使用了机械组零件的各种品牌的积木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乐高 Technic 有科技组或者机械组两种翻译。我们查阅了乐高官网以及相关书籍，决定采用和乐高官方一致的机械组的称法。所以，专家号的文章和视频都会将乐高 Technic 称为机械组。大家好，欢迎来到专家号。1977年，一切有关机械组开始的那一年，我们就从一台黄色的叉车说起。乐高机械组编号850，叉式装卸车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叉车。这台黄色的叉车是乐高出过的第一台黄色工程车。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色的工程车都在乐高的车辆模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在机械组，还有很多经典城市组的产品。850由214个零件构成，推荐年龄9岁以上。它于1977年的欧洲以 Technical Set 技术套装系列发布，并且在1979年又改编号为950，在北美以 Expert Builder 专家搭建师系列上市。所以当时的机械组套组在不同的地区可能有着不同的编号。直到1984年首批气动产品的引入， Technic 这个名词和对应的标志才正式落户机械组。850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主要功能都是依靠齿条零件来完成。它是1977年最小的机械组，同时也是功能最少的。乐高在之后发布了多款机械组的叉车，850是所有叉车中功能最简单的一个。整车主要包含了2个功能：后轮转向与可升降的前叉。方向盘通过十字轴竖直向下，通过一个24齿牙冠齿咬合一个24齿普通的齿轮，再带动一根十字轴上的8齿小齿轮，驱动2个4格齿条控制后轮的转向。转向机构使用了6组转盘零件，其中4组转盘可以让车轮绕垂直的轴旋转，而另外2组则用于连接齿条的控制臂。这样就用当时最简单的零件组合，构造出了真实的转向系统。2×2格小转台零件也是1977年诞生的，今天还在使用。虽然它并不是机械组类零件，我们也不能断定它是为机械组而生，但至少早期它的使用场景主要是在机械组的转向系统。850、853，再到1980年的8860都使用到了它。直到1981年经典的转向臂零件诞生，它才告别了机械组。如果说起转向功能，机械组并不是首发，乐高在之前就出过支持转向的车辆，例如1969年的337。前叉升降使用车辆右前方的滑轮零件来控制，转动通过一根长长的十字轴一直将力传递到车身左侧，然后使用一组8齿带24齿的齿轮继续将其传递到上部的一根平行的十字轴中，最后一对8齿小齿轮让2组共6个齿条控制叉子实现滑动。而850作为老的机械组产品，多种拼搭玩法是少不了的，光是包装盒上印刷的不同玩法就已经很多了。而说明书中则仅包含了包装盒侧面那个平路机的拼搭步骤，我们暂时称它为 B 模式吧。850还有电动化改装方案，搭配870中的电机和电池盒，各种850的拼搭模式都可以改装成电动的。即使在现在，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最新的机械组零件来复刻850，这并不是一件难事。Rebrickable 上有人提供了免费的复刻版图纸，通过复刻850，我们也可以对比出机械组这些年的变化。这是一套很小的机械组，成品尺寸很小，零件个数很少，外观其貌不扬，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难看。放到今天，恐怕我们宁愿去摆弄一辆城市组的车辆，都不想碰一碰它。但这辆叉车在整个乐高机械组产品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乐高第一批机械组产品，我不敢说它是第一个，虽然从编号大小上看，850是机械组所有产品中最小的，而这个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853那台汽车底盘是第一套乐高机械组，有人则认为是这套850。我曾经问过一位年长且资深的乐高玩家，
一位英国人，他回忆850是1977年他的生日礼物，而当时850和853是一起在货架上被售卖的，所以谁早并不重要。我们所知道的是，1977年机械组诞生时，乐高一口气推出了4套机械组套组，还有2套补充包，分别提供了最早的机械组动力套装870以及补充零件871。这4套机械组分别是850叉车、851拖拉机、852直升飞机、853汽车底盘。它们共代表了4类模型，囊括了工程车、农用车、航空器以及车模。这4种类型在乐高后续几十年的机械组产品开发中都是反复出现的重量级的产品类型。究竟是什么驱动乐高在1977年推出这么重要的一个新的产品系列呢？ Technic 在乐高产品线中是和 System 属于同一级别的高度，并顺利地发展了40多年，成为乐高最长寿的产品线之一。这就必须要从2位著名的乐高设计师说起，让莱亚和艾瑞克·巴赫。关于设计师艾瑞克·巴赫的资料比较少，而关于主设计师让莱亚的就非常多了。让莱亚在7岁的时候得到了他的第一套乐高，那已经是大概68年前的事了。从小他就想让他的积木能够动起来。在他进入乐高公司之后，他的想法终于可以被实施。如何创造一套新的零件系统，可以使积木具备动的特性，而又能与传统的乐高砖块完美结合呢？这是乐高高层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让莱亚他们必须要解决的。让莱亚一直想用积木来搭建汽车模型。70年代初期，他们开始使用黄、红、蓝色的大型方形砖块，并通过十字轴和齿轮来设计他们所构想的汽车模型。这些模型只用于展示，并没有计划生产和销售。所以在1977年第一批乐高机械组产品中，让莱亚设计出了853这辆汽车底盘，这也是乐高第一套机械组旗舰产品。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机械组的模型只拥有红、黄、蓝、黑、灰这5种颜色。其实最早期的绿色也是被考虑到其中的，但在最终成品印刷时，绿色看起来像是一种军绿色，所以他们最终放弃了绿色。而另一位艾瑞克·巴赫则热衷于农用机械，他设计了那台拖拉机。后来2人合作开发机械组，他们的各种创新的想法造就了最初的机械组的雏形。他们开发了大量的新零件，他们在传统的长条形普通砖块的侧面打孔，这就形成了最初机械组所使用的 beams， 也就是砖式梁，我们也称之为孔梁砖。另外，在现在的机械组中，司空见惯的各种十字轴、栓，还有各种规格的齿轮、轴栓连接件也都被创造了出来。而万向节也是当年第一批创造出来的机械组零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甚至被用来做轴连接件。这些零件形成了与传统 System 类的小颗粒零件完全独立的零件系统，它们搭建出来的模型无比牢固。最重要的是，积木终于实现了让莱亚从小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动起来。1977年上市的第一批机械组产品虽然都是实验性产品，但一直到今天，它们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850作为第一批机械组产品，其形态和功能并不能代表机械组所能表达出来的全部，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对最初的机械组产品进行探讨。机械创始创新第2集，我们会看一看机械组首套旗舰产品853汽车底盘。这款机械组创始人让莱亚当年最得意的作品，在2020年看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体会？你喜欢机械组的积木吗？你对老式机械组的产品感兴趣吗？欢迎评论或私信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欢迎点赞、关注、评论、转发。这里是专家号，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这是一个重制版的《机械创始创新》第1集。由于当时我们经验的问题，为了控制长度，速度为1.1倍，没有字幕，甚至存在概念性错误。我们重新修改了文案，重新拍摄了所有的画面，也是希望能够在专家号成立半年后，认认真真重新制作一期这个宏大系列的开篇。同时，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